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想象一下，你打开比特币的源代码，用关键词搜索210000000，或者说你输入2100万，结果呢，你什么都找不到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这个被全世界认为是比特币最核心特征的数字，在代码里边根本就不存在。那问题是，如果这个代码里边没有写明只能发行2100万枚，比特币是怎么做到总量限制的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限制真的是不可以突破吗？不可以更改吗？2010年，比特币曾经在一夜之间超发了1840亿枚，是正常总量的8800倍。虽然后来被紧急的修复，但这个事件暴露了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真相：这2100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，又是怎么被锁住的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拆解这个技术谜团。要搞清楚2100万这个数字，我们先得弄明白比特币是怎么发行的。传统的货币呢，由政府和央行控制，他们可以根据宏观的经济、财政的支出，甚至政治的需要来增发货币。在某些非常极端的情况下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，比如说在一些高通胀的国家，委内瑞拉、阿根廷。但比特币则完全不同，它的发行机制完全由代码来控制，叫做区块奖励。什么意思呢？每当矿工打包出一个新的区块，系统呢就会奖励出来一些全新的比特币。这些币它不是从哪个账户里边直接转出来的，而是像法币一样凭空生产出来的。这就是比特币的印钞方式。但呢，它和比特币最大的不同是，它不会无限制的印制下去，相反，它遵循一个规则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在宗本聪的时代，每个区块产生50个比特币，每挖出21万个区块，奖励呢就会减半一次。所以呢，它从50减到25枚，从12.5枚再减到6.25枚，到今天2025年的3.125枚，它会不断的减半，无限接近于0。那为什么说每4年减半呢？因为比特币平均每10分钟出一个区块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，21万乘以10除以525600分钟每年，约等于4年。也就是说，每4年减半一次。这套机制构成了一个经典的等比数列，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再计算出总量：50乘以21万，再乘以括号1加上1/2，再加上1/4，再加上8/1，等等等等括号。这个无限级数最终会收敛，最终呢，总量锁定在2099999.999999 BTC， 与2100万的误差仅相当于一粒沙子的10亿分之一。但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好奇，既然比特币的发行有严格的规则，为什么代码里边却找不到2100万这个数字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要揭开这个谜团的关键代码函数 get block subsidy。get block subsidy 被写在比特币的核心代码里边，它是比特币发行机制的一个核心，也是决定矿工应该拿多少奖励的心脏部分。每当有矿工挖出新的区块，这个函数呢就会被调用来计算奖励的数额。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：第一步，矿工完成工作量证明 POW， 获得打包新区块的权利。第二步，系统会读取当前区块的一个高度。你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是一堵一直向上堆砌的墙，从2009年的创世纪区块开始，每10分钟加一块砖，一层接一层，一层接一层，直到今天2025年，这堵墙已经堆得非常高了。创世纪区块是第0层，之后每个新区块都有一个递增的编号，这就是所谓的区块高度。第3步，计算奖励。这个时候呢， get block subsidy 这个函数开始工作了。它先看当前的高度，再判断经历了几次的减半，根据减半的次数计算应该付给矿工多少的 BTC 作为奖励。这里有一个技术细节很有意思，减半不是用除法计算的，而是通过右移运算实现的。比如说我们已经经历了4次的减半，那就把初始的奖励50向右移4位，也就是50除以2的4次方等于 3.125 个 BTC。 到了2028年再减一次，就变成了向右移5位，
50除以2的5次方，也就是除以32，等于 1.5625 个 BTC。以后呢，每减半一次就再除以2。随着高度的增加，奖励呢会越来越小，无限趋近于0，但不是无限减下去。你会看到这段代码已经标示出来了。当减半次数大于等于64，奖励直接归0。也就是说，到了2140年，当比特币区块链这堵墙的高度达到了134400000，比特币的新币发行将永久的结束。从那时候起，矿工收入将完全依赖于手续费，比特币呢也正式进入了一个通缩的时代。所以比特币的总量它并不是写死在代码里边的，而是通过函数加上数学的规律自然收敛到2100万。这种设计呢比直接写个固定的数字更加灵活，也更加优雅。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松一口气，原来这套机制设计的这么巧妙，几乎自带防护。但问题是，这只是几行代码而已，它真的安全吗？有没有可能被突破？有没有可能被改写、被篡改？现在我们知道2100万这个上限是通过算法计算算出来的，而不是硬编码写死的。那问题是，它真的无法更改吗？从技术角度看，不是没有可能。比特币的总量机制其实面临了2类风险。第一呢是代码漏洞风险，比如说 getBlocks 的这个函数，如果哪天出现了溢出或计算错误，理论上就可能发生超发。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超发事件，2010年的 CVE-2010-5139漏洞，让单个区块链凭空多生成了1840亿个比特币，比总量增加了8800倍。幸好那个时候用户少，开发者呢火速的回滚了链。如今呢，经过了10多年的实战打磨与全球社区的持续的审计，这类底层的漏洞风险已经极低，几乎为0。但真正更危险的其实不是代码，而是人。因为比特币的规则归根结底并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天条，而是由整个网络共同维护的共识。所以第二种风险比技术更深层。第二个风险，协议升级风险。只要全网达成了共识，就可以修改规则本身。比如说修改 getBlockSubsidy 这个函数，让区块奖励不再减半，延长减半周期，甚至重新设计通胀模型，这些都可以通过硬分叉来实现。也就是说，比特币完全可以增发，只要大家同意。举个例子，如果真的有人想增发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。假设今天有一个开发者提出了一个惊天的提案，把比特币的总量从2100万枚增加到1亿枚。听起来很疯狂，但技术上这个事儿其实并不复杂。矿工要决定要不要升级软件，能不能挖出利润，节点要判断要不要同步新链，信不信这套改动。交易所呢也要选择这个新币还算是一个比特币吗？要不要上线？它应该叫什么？用户需要考虑，我敢把这个币存在这条链上吗？只要其中呢有一方说不，就会产生分裂，形成硬分叉，形成一个新链。那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会反对增发呢？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背后牵动的是金融逻辑和人性的本质。从金融的角度来讲，比特币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稀缺性，就像黄金无法人为的制造，比特币的2100万枚也构成了它最强的一个价值支撑。一旦增发，稀缺性消失，价格下跌只是表象，真正崩塌的是市场的信心。矿工反对，因为他们挖出来的币会立刻的贬值，这相当于把过去几年积攒的财富一夜给稀释没了。交易所也会反对，市场不再信任这个新的比特币，交易量下滑，波动剧烈，用户呢也大量的流失，他们亏得更多。用户和钱包方更加反对增发呢，让他们手上的资产变得不再可靠，就像你银行账户里的存款被人给拿走了一半一样，还说这是一个系统的升级。这不是简单的涨跌，而是整个比特币金融系统根基的被撬动了。比特币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信任闭环，规则只有在被广泛相信认可的时候才有意义，一旦被动了，闭环就断了。
从哲学的角度来讲，比特币的诞生呢，它是一次对货币权力的根本性反思。在人类历史上，货币始终由强权掌控，无论是国王、中央银行，还是现代的超级的央行家、银行家，都能决定钱的总量、价值与流向。而比特币的出现，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：如果货币不再由任何人去控制，会怎么样？他不再相信政府，不信央行，也不信任何救世主式的天才程序员，他只信规则、共识、代码。这是一种制度即信任的设计哲学。信任不再建立在某个人、某个组织，甚至某种意识形态之上，而是建立在人人可以验证、无法篡改的逻辑系统之上。所以一旦你允许修改这套规则，哪怕只允许增发这么一次，本质上就是在向全世界在宣告，这个系统终究还是要服从于人的意志。那下一次呢？再下一次呢？从修改第一次的那一刻起，比特币就不再是比特币了，而只是另外一个可以被操控的数字资产而已。它将不再是那种能与权力抗衡的货币，而只是一种穿着去中心化外衣的新版旧币。所以比特币的2100万枚，它不只是一个数字，它更像是一个道德的边界，不能够被触碰，才能够维持秩序。一旦逾越，系统就崩塌了。这不是浪漫的信仰，而是人性之下为了保护自己，所有人达成的冷静的共识。回顾我们今天聊的这些，从代码、机制到人性与共识，你会发现比特币其实不仅是一段技术代码，它更是一场关于信任的实验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比特币的2100万上限不是一个写死的常数，而是靠一套精妙的算法设计实现的。每挖出21万个区块就减半一次，也就是4年减半一次，最终呢让发行总量自然收敛到2100万枚。这种机制比直接写死一个上限更加优雅，它体现了比特币的核心哲学：代码即法律，规则透明，运行自动，无需人为的干预。虽然技术上这个机制可以被更改，但现实当中网络效应、经济激励、社区共识3重的力量让它几乎牢不可破。这也正是为什么比特币能成为真正的数字黄金，不仅因为它稀缺，更因为这份稀缺它可以预测、可以验证、可以信任。好的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收获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一起交流、吃瓜、提问、投票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